2019年3月，美国教育界发生了一起惊天丑闻。正当全美的高中毕业生期待着大学招生结果的时候，联邦检察官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指控33名比较有钱的父母参与了精心策划的作弊方案，以便让他们的孩子能够被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牌高校录取。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显然，这对那些努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来说不公平，因为人们都愿意相信，社会资源的分配应该以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来决定，也就是每个人能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谁更优秀，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地位，在社会学上叫做优绩主义。这个看似不问出处、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看来，更像是骗人的陷阱。今天咱们就通过桑德尔教授这本《精英的傲慢》，来看看优绩主义为什么没办法实现打破阶层固化的理想，反而造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提到作者迈克尔·桑德尔，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政治哲学家。作为哈佛大学教授，他的课累计听课人数创下了哈佛大学375年的记录。哈佛大学还把他的课程做成了电视和网络公开课，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今天这本《精英的傲慢》也是桑德尔对美国社会问题的一次深度剖析，而提到的优绩主义的陷阱，或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优绩主义说白了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这可能也是大家公认最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它蕴含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它终究没能实现所许诺的理想。在教育的目的、工作的尊严以及成功的定义，这些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方面，似乎都违背了原本的初衷。有个观念在全球范围内都普遍适用，那就是人们都认为考上一所好大学是所有跨越阶层、改变人生的道路中最透明、最公平的一条，大家一视同仁，学生按分排名，大学择优录取。但在美国，一些高校给那些慷慨捐赠的富人的子女特殊考量，已经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之前就报道过，特朗普的女婿杰瑞德·库斯纳虽然成绩一般，但在身为地产大亨的父亲捐赠了250万美元之后，成功进入了哈佛大学。2019年的招生丑闻更是将人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打了个粉碎，所以引起公众的谴责也是合情合理的。你想啊，我老老实实打怪升级，你充钱开挂直接上王者，我肯定不爽，对吧？不过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克维茨认为，人们并没有触及到深层的原因，他们只看到了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个陷阱。他认为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人走后门，那些名牌大学的前门，穷人也不太好进。常青藤联盟高校超过2%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在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来自全美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位于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名校的文凭是赢得有尊严的工作和社会尊重的条件，是精英身份的直接证明。奥巴马、特朗普都用名校文凭为自己背书，特朗普还经常宣称自己是个天才。尴尬的是，他一直不敢公布自己的大学成绩或 SAT 分数。你看，顶级教育资源不但重要，而且稀缺。富人希望他们的孩子跟自己一样留在上层社会，就要从教育抓起，对冲向下流动的可能性。他们不仅让孩子参加 SAT 预备课程，还请私人顾问为孩子的大学申请书润色，不仅上1000美元每小时的1对1家教，还让孩子学习击剑、马术、赛艇等精英体育项目，以便获得加入大学运动队的资格。所以说，国外的教育环境也是内卷严重。反观贫穷家庭，只能是安分读书，没有 buff 加持。有些孩子为了生计和学费，还需要挤时间打工。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优绩主义就失去了公平的意义。虽然都是拼成绩，但富人多了一个手段，为成功竞价。跟教育直接挂钩的就是工作了。上世纪70年代之前，即便没有大学文凭，也能找到好工作，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今天不一样了，过去40年里，美国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整整翻了1倍。1979年，大学毕业生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了40%，到了2000年变成了80%，而且这个差距还在加大。对普通工人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生产力提高了，但就业人数和工人们获得的收益却越来越少。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主流公司 CEO 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30多倍，到2014年，他们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300倍。这种情况下，普通工人肯定不高兴，对吧？但这并不是他们痛苦的唯一来源。优绩至上还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为隐蔽的伤害，损害他们的工作尊严。因为优绩主义就像是个分类机器，强调有经营资格证的人的工作才更有价值，而没有经营资格证、更多依靠体力劳动的人所做的工作则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所以不值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这台机器让市场给予优胜者丰厚的奖励，把普通劳动者微薄收入的现象正常化了。工作不只是经济来源，也是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那些精英们都觉得自己赚的钱反映了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但桑德尔非常反对把一份工作在市场上的价值作为衡量其对公共利益贡献大小的标准。一个开酒吧的老板挣的钱多，一位教师或者护士挣的钱少，但他们谁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贡献更大呢？这几年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教师、公交车司机、快递员、工人，整个社会将会陷入瘫痪状态。成功者如何评价自己的成功呢？优绩主义是个看似公平的大环境，这就让那些成功者觉得自己的胜出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赢来的，觉得他们的成就也是自己应得的。那些富人的孩子觉得是自己够努力，学习好才获得了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他们会忽视家庭背景这些因素，即便是通过钢琴、马术这些特长进来的，也会觉得是自己有这些天赋，而不是父母支付的高额学费才获得的学习资格。反过来对那些落榜的失败的学生，他们会有一种鄙视的情绪，他们没考上，谁让他们不努力呢？进入社会，他们成了最顶端的高精尖人才，或者直接凭借资源优势走上人生巅峰。他们也会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优秀，也比别人努力，然后忽略生活环境、社会关系、时机和运气这些因素。我们看那些成功学的书就知道，成功人士都在炫耀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努力程度，很少有人说在父母的庇荫下走了多少捷径。精英们站在道德高地，过于沉醉于自己的成功，谴责失败者自甘堕落、不肯吃苦、不求上进。这份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让他们产生了傲慢的心理，这也是本书中文版译名的来源。反观失败者呢？找不到工作的人，收入微薄的人，或者拼尽全力依然没办法实现阶层跨越的人，他们会产生一种沮丧的想法。既然社会是公平的，那我们的失败肯定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无能、懒惰、不够努力。两者放在一起看就很微妙了，一些人玩命的卷，一些人就地躺下。所以作者觉得，正是因为优绩主义的游戏规则，造成了美国社会撕裂、背离正义的现状。优绩主义造成了哪些后果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一个是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为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来就在于打破世袭阶层，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也就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桑德尔提到，在常青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 1% 的学生比来自底层 50% 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已经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第二个是贫富差距加大，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有直接关系，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收入逐渐拉大。过去半个世纪，中产阶级的衰落是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显著特征，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上层阶级，大部分中产的收入和地位都在不断下降，结果就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的严重两极分化。当然，桑德尔也不是一味的否定和批判优绩主义，他觉得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和效率。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可以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说白了，就是让擅长打球的人去打球，让喜欢画画的人去画画。一旦被贴上优绩标签，按照游戏规则，他就能胜出。我们先思考一下，能否摆脱优绩主义？很显然不能。优绩主义的初衷依然是努力就有机会，比起世袭制或者印度的种姓制度，它是相对公平的。虽然机会很小，它至少给个人层面的努力留出了空间。所以一些学者在批判优绩主义的同时，也承认优绩制就算不是一个好的方案，至少是一个不坏的方案。桑德尔教授也从教育的目的、工作的尊严和成功的定义3个方面给出了新的思考。在教育上，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为了避免让大学沦为舒适阶层稳固自己社会地位的堡垒，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让所有申请者在达到基本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录取，这样能让学生减轻压力，还能减少被录取学生的优越感。另外，工作的尊严的概念也需要更新。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公共利益做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就像马丁·路德·金在演讲时说的，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清洁工人，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最后是成功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主要是对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成功的定义不是简单的根据市场竞争来判断，而是要按照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界定。虽然开酒吧的比医生、教师的收入高，
但他们并没有更高的价值或者道德重要性。我们不应该把财富、地位作为成功的价值导向。那些所谓的精英，可能只是风口上的猪，吃了时代的红利，跟为社会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劳动者比起来，他们没有傲慢的资格。好了，以上就是我对这本《精英的傲慢》粗浅的认识。虽然只是针对美国社会现状进行的剖析和批判，但一些问题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是具有时代共性的，所以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